那再来看看川普，因为不断的祭出关税的大棒所以中国大陆呢也说啦。他说：“你美国想要解决问题，就应该拿出大国的样子。”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说话。他说：“以关税威胁的措施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不仅破坏中美正常的经贸关系，也必将损害美国民众和美国企业的利益。”我们来听听看，他后续还说了什么。关税一出来以后，美国的3大股市是应声下跌。我这里想特别说的。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中国的传统的交往之道是敬人者，人也敬之；不敬人者，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文涛用古语中国大陆我们中国的古语来回应不晓得川普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不过我们看到现在两会正在中国大陆的北京登场，李强国务院总理他的政府工作汇报有一个数字向美国发出不怕贸易战的讯号，包括他说了什么？他说中国这个未来的经济成长的目标是定在5%左右，赤字的这个赤字率定在4%左右，这是创历史新高。所以《华尔街日报》就分析说，北京一方面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表明中国可以经得起新一轮的贸易战的考验这是它传递出来的一个讯息。而另一方面呢，是不是要做储备的存粮呢？因为关系紧张，所以中国大陆周3的时候说了要把粮食的年产量目标提高到7亿吨，往上提高了做一个战备的储存。那另外呢，这个贸易战打到现在那到底这个会是谁受害谁受益呢？我们看到就有分析指出因为中国大陆因为川普对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征了很高的关税嘛，那这几个国家有可能会转向中国我就不跟你采购啦，我不跟你做贸易啦，我可能分散到中国大陆去投资那可能变成中国得利而下一波可能就是货币战蓄势待发了我们看到呢，美元微笑的理论创作者说，美元将进一步的走弱，可是现在其实美元已经在跌了6号的早盘再跌0.3%已经是这个去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以来这个那时候的涨幅通通都已经被打消了。而另外呢，股市也收黑，道琼连3黑，收黑在427点NVIDIA 跌落半年来的新低，所以都是一些坏消息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当然有一些 AI 的进程继这个 DeepSeek 之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个 AI agent Manus 问世了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AI 的应用程式据说已经超越了 OpenAI。这个 Manus 的设计理念说是来自于拉丁语，意思是手脑并用。官方有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聊天机器人或是工作流程，它是可以真正的自主的代理它等于是从想法一直到执行，它都把它缩短了。所以据说它现在爆红了，因为它可以帮你分析股票、找房子那很多人都开始去这个做一个这个试验这个就希望能够试试看到底好不好用所以它的官网已经被灌到这个宕机了我们看到包括这个Manus 这个所谓的创始人叫做萧红年纪很轻，是1990年后出生的，他生于1992年比这个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还要更年轻，所以英雄出少年越来越多年轻人在这方面交出了很亮眼的成绩单。而另外在机器人的部分，我们也为您报道了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是来自于乐聚、中国移动、华为他们在6号联合发表的搭载 5.5G 技术的人形机器人，叫夸父夸父追日的夸父，可以实现大场景下高精度的定位，而且没有需要额外的设备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手非常的灵活，可以练咏春拳未来可以增加多机协作的可靠性，并且拓展工业场景的适用范围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的讯息请教赖老师。我觉得贸易战，王毅也在记者会里面也有谈到无问美国，就是说你贸易战从你川普到拜登到现在打了那么多年
你的中美的贸易顺差有没有改变？没有，逆差更扩大了啊，中国赚了更多的钱。然后你美国的经济成长有没有改变？没有。你的物价有没有下降？没有，反而物价还上涨。中国的经济成长一样维持高速度的成长啊，就是最低都还到5%，5%。这样的一个打法对你美国有什么好处啊？中国不想打，但是你要打，我们就奉陪。目前的最新的一个提出来的是全方位的战争，这个也让美国的国防部长紧张起来了。所以美国国防部长在第一时间就说我们没有要跟你打仗啊，因为也就是说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外交战到政治战，现在要发展到军事战，大陆这边就说我全面都奉陪，我根本不怕你，该打就打，要怎么打就怎么打来。那这样的情形，就美国没有准备好要跟中国大陆干一场军事战哦，他只想在贸易战跟这个科技战里面来玩。可是问题就在于，以贸易战来看的话，其实世界各国都认为说美国没有赢的可能性。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中美的贸易现在只要6000多亿美元，那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已经到18万亿美元了，而中国大陆的对外的贸易中，美国已经不是主要的角色了。中国大陆现在跟东盟是8000多亿，跟欧盟是8000多亿，跟台湾、跟日本、跟韩国加起来啊，都是2、3千亿美元左右。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不是大陆的主要的贸易的啊，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对象。那这样的情形下，美国的对大陆实施的贸易战，其实它的效能并不强烈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陆的产品有没有可替代性？目前来讲，美国还找不到可替代的产品，所以你等于是你非得跟大陆买不可。另外有一些产品，大陆事实上是采用这个中国大陆接单，第三方出货的以前台湾的模式嘛，所以这个对大陆的厂商企业影响也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的大啊。那美国一定要打的时候，各位已经看到了，像你看美元对欧元，哇，这个重挫啊。这个对于美元的地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啊。美元对欧元啊，这个1、2天这个重挫多少？3.3%啊，这简直是，这代表什么？代表很多人开始在做避险了，也就是说认为美国危险，美国不稳定，美国不安全，所以很多人把钱开始往外挪。有一部分我们看到香港的股市最近一直在往上走了，那它也会带动大陆的股市一直往上，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资金往欧洲在移动。美元如果说一直这样子弱势下去的话，这个不是川普他所想要见到的，但是他的结果是见到了。那我们看到他对于加拿大跟墨西哥啊打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加拿大突然间硬起来了，而墨西哥一直都很硬。那加拿大硬起来，墨西哥也硬了以后，川普却往后退了啊，所以我们部分的关税我延到这个4月2号再来做决定。可是加拿大说我203亿的美元的关税我没有动哦，我继续课。是，那也就是说杜鲁多，这个就是不当官的反而声音大了。杜鲁多辞掉了嘛，所以他反而天不怕地不怕了。这天不怕地不怕反而给加拿大赚到了。也就是说，安大略省他已经提出来了，他说我的这个电给断掉，纽约州的他要断，对而且呢，你断我多少，你给我课多少，我就给你课多少。他现在已经最严重是断电，然后你的课税我就给你课多少。那这个对于这3个州来讲，那还得了啊？对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美国硬起来，然后美国受不了的时候，他就会退却。对，台积电我们不求美国，而是美国求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跟他们谈呐。我们断供的话，美国就没有活路。对，美国没有活路，你只要说我断供了，那难道美国不会退吗？有这么能孬吗？台积电，还有台积电后面的那个政府，拜托，来不及了，木已成舟。真是慢慢盖吧。董哥。对啊，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几年来被美国抵制最厉害的国家，美国号召所有的盟友抵制的国家就是俄国嘛。那俄国现在受损有没有很严重？当然有一些损害，可是你看俄国的人民在过什么生活？我们看东南亚很多地方都俄国人在度假，跟他打的乌克兰呢，乌克兰总统到白宫去被人家羞辱，然后现在又要倾家荡产的把一些东西交出来，你就可以看到那种对待是不一样的。那跟美国为敌最后
下场最惨就是像俄国这样被他抵制，哦，你的油不能卖给谁，你的天然气不能卖给谁，结果他最后有没有卖？有啊，他卖给印度啊，卖给中国大陆，哦，因为他们有自己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什么？俄国人自己讲的，我们有金砖呐，我们金砖这么多国家，我们联合在一块，对不对？我们自己有我们的一些管道。那如果以这样的看来的话，川普认为说，他最厉害的武器就叫做关税，关税，关税。哦，他很得意，到处演讲，谁要对我怎么样，我就寄出关税。那关税是对等的啊，对不对？就像刚赖老师所讲的，杜鲁多在川普当选跑去找他2次，苦苦哀求没有用。美国说我就是要对付你，好，那你要对付。过去加拿大对美国是如何言听计从？当华为的小公主过境，美国说把她抓起来，人家也没被通缉，也没犯罪，什么都没有，也没逃漏税，孟晚舟就被抓起来，在加拿大限制了3年。加拿大这种不民主、这种羞愧的事情也干得出来，只为了当美国的走狗啊！美国怎么对付你？美国就是每天要挟你啊！所以杜鲁多他爸爸以前也是总理，他也当总理啊，现在反而讲话可以大声。他加拿大地方那些省的态度比中央还强硬，大家都被激起仇恨了，怎么可以这样呢？美国太可恶了。好，那可以看到了，其实川普设立内人那种方式，他开始都是用很高压，每天去威胁你去怎么样，就是用这种方式，结果妥协的最快是台湾，他还没跟你对谈呢。我们现在还找不到管道跟川普接触我们找到都是过去被川普一脚踢开的那些政客，什么伯明啦，对不对？彭斯啦、蓬佩奥，这些都被川普一脚踢开，已经不在他的团队了。我们洋洋自得，那我们都还没跟他接触，我们就已经把最好的东西贡献他了。所以跟川普打交道，你自己要有一个方式，而且你自己要站得非常稳。现在我们政府没有，因为我们的政策就是单边只抱美国大腿。你不会在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你取得一个平衡，你就会有筹码了嘛。你美国这东西你不准我卖过去，要给我科重税，那我卖大陆好不好？我台积电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卖大陆好不好？那你怎么办？你当然是会有一些筹码，这个本来要去谈。你也可以吓吓他嘛。我们都没有啊，我们可以卖给大陆啊，我们可以卖给俄国啊，我们可以威胁他说我们要卖给别人喽，是啊，你来跟我谈，卖给俄国啊，卖给大陆啊，我们当然可以哦，就是你要有一些筹码，可是我们连谈都没办法谈，可以看到了，这个政府其实是无人，因为他们一心只想抗中，在国内换得到他的选票，可是他没有治国能力，很多企业界现在都惶惶不可终日。台积电给他了以后，他会不保护你的半导体吗？不可能嘛。下来半导体一定会被课重税。你说，我们都把最好的供给你，最好不够，你们后面还有一些我们还要。你们面我们吃光了，汤我们也要喝，你们别想剩什么东西。是啊，4月2号川普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宣布才要开始，现在都还不知道他要怎么课我们的税垒。来，请教舰长。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他说请美国拿出大国的样子。什么叫做大国的样子呢？其实在中国的老祖先早就有这个说法了。如果我们看到《孟子梁惠王篇》的话，他讲以大事小者以仁，那仁也就是仁爱的仁啊。那这个仁是什么？其实《论语》的这一个颜渊篇也有讲，克己复礼，谓之仁。那我们看到那个川普他应对这个泽伦斯基有以仁吗？没有吧，他是董王啊，他以狠啊，他哪来的仁啊？他就是狠啊。我们下一节会讨论，不能转台。那另外我们讲到说，现在中国大陆在召开的也就是全国人大会议第3次会议的时候，这个时候王毅他在记者会里面讲他说其实美国应该要盘点一下，就是这些年的这些关税战、贸易战中，美国到底得到了什么？然后他还问贸易逆差到底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我跟大家报告如果是以2018年那个时候川普开始掌政的时候，那个时候中美的贸易逆差是3233亿美元。可是如果我们看到
川普要卸任的那一年，2020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增长1倍了，也就是到了6767亿，也就是川普一天到晚在那边吹大牛的这一个他的什么贸易战，结果却让中国大陆的这跟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那现在呢？2024年，那当然2024年这账不能算在川普头上，是拜登。可是到拜登的时候，已经高达9200亿美元了哦。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么多年的这一个无论是这个贸易战，或者是现在讲到科技战的时候，其实美国就是一直吹大牛，一直做认知作战，觉得他好像那个有所斩获，其实真正的他是节节败退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川普跟这个乌克兰这边的矿产协议到底要不要签？那和平之日哪一天才会来呢？据说2个人都会接连访问沙烏地阿拉伯，那到底2个人会不会有可能同时在沙国见面现在不知道。不过泽伦斯基说，希望乌克兰跟美国达成有意义的会晤那接下来会怎么办呢？这个普京已经讲了，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不会向任何人屈服，并且乌克兰南部还有东部的占领区他已经完成了居民的护照核发，所以看起来普京非常强硬那泽伦斯基可能退无可退了。现在呢，川普进一步打算取消乌克兰难民的居留身份大家知道。乌克兰发生战争之后呢，有大概20几万人跑到了美国境内本来给他庇护，可是现在呢，川普说我最快4月就要把你们通通给赶走，那怎么办呢？遣返呢？真的很糟糕，情势还蛮危急的。而川普已经喊卡对这个乌克兰的军援以及情报分享，所以在今年夏天之前可能乌克兰这些弹药都没有了。那个仗怎么打下去呢？乌克兰的前总理这个时候发话了，他说如果你泽伦斯基签下了这个协议，你等于是把乌克兰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已经这个不仅是奴役啦，他的话说得很重，而且是殖民地耶。所以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很多不同意的声音。那另外在这个时间点呢，中国大陆跟乌克兰签订了一个农产跟水产的这个议定书那是不是就是抢在这个所谓的矿产协议之前，他们先做了一个农业品的这个贸易的合作？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欧洲的角色，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卢沙野他是前中国驻法国的大使，他就讲说其实不需要拉拢欧洲，因为中国的朋友满天下。那北京是赞赏美俄进行接触，可是乌克兰到底它的和平的进程不可以只有美国跟俄国2个大国说了算，至少欧洲方面就很有意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呢欧洲现在呢也莫衷一是，可是唯一确定的是可能跟美国的撕裂而且渐行渐远。包括你看到美国国务院，因为他们要遵节嘛，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说在今年夏天之前要关闭10多个海外的领事馆，包括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有很多领事馆都要被关了。他们说这个领事馆没有用通通关起来，把人员给召集回来省钱我们看到土耳其他的角色也是蛮重要的。他说考虑派兵到乌克兰做维和，可是他们说还在考虑啦，必须要等到停火协议生效之后才会考虑部署。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欧盟26国现在有通过了一个所谓的国防峰会的一个决议，要增加国防支出，一起举债最多是1500亿欧元贷款给这个包括成员国来强化军备。那当然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支持乌克兰，可是匈牙利没有参与这项声明。那欧洲的这些议员就是有一些啦，就说那干脆把这个匈牙利在欧盟的投票权给取消那有一些国家其实真的很怕川普我们台湾当然是其中一个。纽西兰有一名驻英大使，因为他公开质疑川普是不是真的了解历史像刚刚大家讲第一岛链关岛第一岛链类似这样子意思啦。川普其实也常常讲错话，他说是不了解历史，很快他就被纽西兰外交部给罢关了。我们看看呢，欧洲现在还是一盘散沙。
大部分的国家其实搞不清楚，不仅在经济呀、安全呐，还在依赖美国，在精神上也没有完全断奶哦。所以你看到世界的局势现在是这样，真的是变化大。来，赖老师，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川普到底懂不懂历史哈？这个纽西兰驻英国大使认为川普不太懂历史。您突然间联想到说，这个有没有一个人啊，不太懂国际政治，也不太懂战略啊，把那个岛链都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个人我们好像蛮熟悉的啊，这个人啊，所以不太懂战略的，可是却是当三军统帅，这也不容易啊。这个我们的制度就是这么的奇怪嘛，哈。然后有不太懂国际政治的，却要负责这个外交啊，这个也很特别啊。我们都觉得人生这个充满了惊奇，还蛮好的啊。太阳的底下真的是还是有很多惊奇之物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卢比奥啊，可能卢比奥怎么在这次都没有提出来呢？因为他被边缘化了哈。如果说今天川普跟这个泽连斯基真的会在沙地阿拉伯会面的话，理论上讲，双方的外交部长要签行嘛，是，那甚至双方的部长要先把一切都瞧好排好，这个就好像说，当泽连斯基要到白宫去的时候，理论上讲应该是双方的外交部长都要把事情都瞧好了，程序都弄好了，然后再三的盯在这个川普的后面，还有泽连斯基的外交部长也要盯在他后面说，这个第一步骤是什么？第二步骤那个讲话的时候不要超过什么样的界限范围内啊？如果会超过的话，就要赶快去提醒这样子。我想这个通常都是你外交部长要做的工作，但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在卢比奥在这一次的这个川普跟泽连斯基在白宫会谈的时候，他一个人愣在那个地方，处在那个地方，他完全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而他坐的位置就是在范斯隔壁眼，他就看着他的范斯跟这个川普跟泽连斯基在那边大吵，而且在媒体记者那边吵起来，然后他像僵尸一样这样目瞪口呆，然后就完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一次传出说要去的时候，目前来讲，美国的国务院竟然没有办法证实说下个礼拜卢比奥会不会去沙地阿拉伯，会不会跟泽连斯基见面，竟然没有，而且已经确定的是由白宫的安全顾问瓦茨来主谈。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卢比奥相当有可能在整个这个特朗普的团队中，他真的已经靠边边了啊。那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都是事后他才被告知，他并不是参与者。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川普，他本身对于卢比奥的不信任，也代表他们的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务院被整个架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泽连斯基的下场是什么？泽连斯基的这么一大吵之后，他的下场很简单，第一个，他就必须要把更多的矿产交出来了，因为现在的矿产协议已经没有公开了，大家没有办法确定是第二个文本还是会有第三个文本，因为第一个文本是5000亿美元，后来泽连斯基不肯签，第二个文本就是1万亿美元，后来吵了一架以后，那现在会不会有第三个文本？如果第三个文本是2万亿美元呢，就是2兆美元呢？那你泽连斯基签还是不签？没有人知道。现在连乌克兰的前总理都认为说，这个搞不好就是一个经济殖民时代来临，而不只是签这个矿产协议，还要签停火跟和平协议。所以美国现在要求是先签停火这个和平协议，再签矿产协议。你泽连斯基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吗？看起来是没有。我们进一下广告。来请教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这几天，全世界当然都还在谈论美国川普、泽伦斯基要在白宫那一场。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年来看到那种国际的强权那种傲慢的态度。如果泽伦斯基那时候他没有去挑衅俄国，说要加入北约，他现在日子还是过得还不错大家可以看到的情况就这样。但是他跟美国一翻脸，他认为说美国会挺我北约会接纳我。欧洲这些国家一定全力挺我，可是3年多以来，大家看他过的是怎样生活，这是很清楚的。那现在他只是跟川普吵一架，他的下场是怎么样？第一个，今年断了，
大家看到就是段金言嘛。第二个呢，更惨，他的情报不跟他交换了。你本来是靠情报跟俄国人在打仗，你才能精准去命中他的那些坦克车嘛，对不对？你才有办法去打他黑海的舰队嘛。你靠的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作战的眼睛没了。然后接下来24万乌克兰人要遣返，这些人要遣回你乌克兰会带来怎么样的改变？所以可以看到，川普就是这样的人。那现在欧洲，因为他还假装有一点点道德的那个说我们要挺泽伦斯基，这些人其实都没有什么本事啦。那马克龙想趁机说做欧洲的领袖，所以出来喊东喊西。你知道这些年来，去资助今年拿钱给乌克兰的，法国排第10名，那你排第10名，你每天讲大话，美国是第1名，那其他各国。以法国的财力，他怎么会这样？所以这些人都是在表演。那我觉得其实泽伦斯基虽然现在好像到英国到哪里，很多人还是会挺他那种样子其实我觉得他自己有点心灰意冷了就是因为你整个挺我的这些力量，北约没有出来。如果北约没有美国的话，因为美国跟北约警告，你们要去做他的维和，要去挺他，不准用北约的名字。北约没有美国就不成北约了。那如果大家分散各自去或怎么样，那你力量也不大，你也打不过俄国人嘛。所以今天可以看到全世界看了这一场吵架以后，当然普丁是心里有感了那他觉得说你看对不对？你知道川普他最喜欢的是什么人？他最羡慕是什么呢？就是普丁、习近平、金正恩这种人。当皇帝都爽啊，对不对？这我一个命令下来我就怎么样？那现在全世界都是我的殖民地，所以他觉得说全部由我来掌握，但是是不是真的由他掌握了？其实也未必。我觉得他现在因为洋洋自得，然后手上有生杀之权，他觉得很兴奋。什么4星上将叫你滚蛋就滚蛋，什么法官20个法官你不好好处理边界，这些。非法移民的问题是20个法官开除，全世界哪有这样没有制度的？可是他现在洋洋得意，接下来慢慢很多问题就会浮现。好，我们进一下广告。真的。好，最后交给舰长。其实我们一直看无论是英国，无论是法国，一直在讲说要援助乌克兰那如果是这一套真的可行，早死到哪去啊？现在马克宏又说，那核武是不是要列入考量？那更是吹牛大赛。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核武，法国一共有几枚？290枚。英国有多少枚？225枚，加在一起是515枚。你根本就是俄罗斯的零头啊！俄罗斯是5580枚啊！你跟俄罗斯讲核武，俄罗斯当时在应对这一个远距离攻击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敢威胁俄罗斯，俄罗斯立刻反击啊！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接下来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宪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紧来看看在前天美韩的一个军演联合的军演，没有想到擦枪走火，或者是说有一些谬误，所以呢这个误击了这个民宅我们看到造成了29人受伤，爆炸的瞬间画面非常惊人。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南韩2架 KF-16战机在首尔以北大概40公里外的一个地方进行演训的外侧突然很异常的投下了8枚的 MK-82炸弹造成32个人受伤，其中也包括军人跟一些外籍的工人。您看到建筑物现在已经被炸成这样了，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错误的一个事件呢？韩国的军人是说，飞行员在输入错误的坐标然后也没有去 double check， 所以炸弹就落在指定范围之外。当地的居民说：“天哪，我以为北韩打过来了。”于是数十名受灾的居民呢，就示威抗议，要求停止威胁居民生命与和平的军事演习。
这样下去还得了？万一你又按错一次按钮，我们命都没啦！真的太夸张了因为其实中间有3次的机会可以修正，可是全部错过了。哪3次呢？第一个是飞行员登机之后把 USB 储存在装置上，连接上战机的时候，你可以检查1次。第二个，在飞行过程中也必须2次检查坐标是否正确。第三，战机飞到预定地点，目视确认投弹目标的时候，结果你都没有做到位呀，好难想象僚机的坐标也没有错，进也误投，在投弹前显然都没有如实确认坐标所以大家觉得莫名，这个太荒腔走板了。所以韩国的地方政府要求全面终止韩美的联合军演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啊，他们不希望再一次啊，那没有人可以受得了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日韩现在遭到背刺嘛，因为川普现在疯起来这个流弹四射他点名韩国说你利用美国你的关税是美国的4倍耶，所以我把你韩国列为利用美国的主要国家之一。现在呢，晶片法案也要废除了而且呢，向韩国提供大量的军事支援，是你占我便宜并且呢，他也质疑日本，他说美日安保条约不公平美国不需要日本保护，可是我们却要保护你，这样你日本因为美国而赚到很多钱。日本的官房长官林芳正说将会继续跟川普政府密切沟通持续的推进合作，强化日美同盟。现在大家都慢慢在看到底川普要出什么样的招，因为他话讲的都很狠那讲到中日关系，王毅呢今天就警告，如果你借着台湾生事，就是给日本找事我们看到美军，那当然我们看到他在武器的制造上面，现在看起来好像要把成本往下降低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是不是在降低作战的成本呢？美空军选定低价版的巡弋飞弹展开测试，说是美国有非常多的新创企业纷纷推出一些比较便宜的一些武器，像是这个梭鱼500型叫做自主空中载具说是下一个阶段就会进入了这个测试的阶段。那它的成本单位量产的成本只有$15这个价格非常的低。还有我们看到马赫工业公司也推出垂直起飞的巡航飞弹，大家请看这个就是一个新创公司叫做马赫工业公司它推出来的美军应用实验室垂直起飞精密巡弋飞弹的开发合约，已经跟美军那边拿到了合约了。他发布一个宣传片，您看到这个荧幕上面的就是这个宣传片。说是它的成本非常的低，然后呢，对美军来说可以提升作战的能力，主要是成本啦因为他们现在要往这个成本往下降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那你看到现年21岁的这个公司的创办人非常年轻，才21岁他就说VTOL 的巡弋飞弹成本很低，可以像火箭、火炮一样大量使用。可是他这个宣传片公布在网络上，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它的发动机有可能是在淘宝买的他们就说这个叫做Swisswing SW800 Pro， 跟这个外观很相似呢。可是这一位年轻的21岁的创始人叫 Ethan， 他就说没有啊，这个发动机没有任何中国的零件而且呢，这个巡弋飞弹的产品页面呢就撤下来了。就他同时撤下来，他说没有中国的零件，然后同时也把它撤下来，所以大家也是雾里看花。那我们看到美国也重启了 NGAD 的抗陆6代机吗？我们说到这是次世代的制空权的一种作战方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中国大陆有2架型号未知的奇特战机，有没有？我们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传。可能是下一代的一个空优计划，那美国当然也需要来应对所以说呢，迫切的期望获得自己研发的第6代战机，然后呢，要启动这所谓的次世代的制空权。
可是我们看到美国空军作战司令肯尼斯他就说他们观察了中国现在出产的新的这些武器和产品之后呢，为了维持空中的优势，所以要做出选择。中国这2款2代机不是外界所称的是战斗轰炸机或者其他的用途，我们认为它是空优战机。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研发了昆龙这是水上飞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飞机，外界也在关注有没有可能把它部署在实战上面来的用途呢？来请教这个赖老师。我们先看韩美的这个实弹射击真的是太夸张了也太离谱了。演习或者是实弹射击，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了，人命关天了，怎么可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坐标输入错误，而且没有再经过双重相互的认证，然后再开始进行实弹的时候，僚机也没有去进行观察，这个简直是不可以发生的事情，但是却发生了。我觉得这个纪律上，美军在这段时间以来，他们的军事纪律、训练纪律跟后勤维修保藏纪律都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如果再不好好的去整顿了，我个人认为美国也好，或者韩国也好，他们的本身的军队能不能打仗，这个坦白说是令人存疑的，因为会发生这么低级的错误这个基本上来说就是经济涣散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就已经跟日本跟韩国要求说，我派军到你们这边来，这么多的驻军，你们应该要付我保护费因为我就是保全公司嘛。是我保护你的安全，不是你保护我的安全，而且你对我的安全没有帮助。我不可能，我美国人受到攻击的时候，你日本跟韩国你派兵过来援助，但是你受到攻击的时候，我派驻在你这边的美军，我却必须要去援助你，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等的，也不公平的一个交易。因此他要求要公平。那当时经过双方的不断的磋商最后这个军费就是日本跟韩国付给美国的这个保护费用，从10亿提到20亿美元所以那时候已经有增加了。可是川普认为这是不够的，因为你只支付我这个军事人员的这个人事费，就是他薪水，还有他的作业维持费，还有他的生活娱乐设施。他说这是不够的因为我的武器弹药呢，尤其是我的航空母战斗群，你看这些我每年要编列多少预算，我要去生产制造它们，我要去维修它们，那这些钱这些武器装备都用在你日本上，那一个保全公司，你本身它的武器装备也是你承租方，你应该要买单的可是当时由于还没有谈判完了以后，川普就卸任了。所以川普现在一上任的时候，他就要启动这个新的一个谈判，也就是说，不但我的人员维持费、我的这个作业，还有生活娱乐设施，我的武器装备的全售期全售期就是说总金额，例如说一架战机的全售期，可能就已经不只是这个1.5亿了，可能是15亿左右。那我这个全售期中除以30年，那我在你这边每一年你就要支付我多少钱？那你看一个航母战斗群，还有一个我们所看到第7舰队，甚至包括这些空军的战机、轰炸机等等，都算在内的话，这个一般估计就大概是80亿美元左右。那因此，你日本跟韩国的国防预算没那么高，所以川普就直接一口价，你要把你的国防预算调到你的 GDP 的3%，哇，这个已经让石破茂就耐不住了。石破茂当然就回嘴了，说，我的国防预算多少是我自己定不是你美国说了算。但是，一旦演变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代表什么？这是代表石破茂当初用尽了一切手段，想要第一个去访问美国的一个外国的元首。那很明显的，他后来虽然不是第一个，可是他却是亚洲的第一个。是。那花了这么多的力量，动员了这么多的公关公司，也烧了不少钱，那么也去白宫跟这个川普见了面了。是。结果得到了的后果是你要给我加国防预算，你要再给我支多少钱，然后你韩国已经用尽办法来讨好美国了，但是结果是你外汇贸易赤字太高，你要给我平衡过来。那你想想看，这2个国家真是情何以堪？这代表什么？代表当美国的盟友真的不是好事，因为
当美国一翻手的时候，首先砍的就是他的盟友。没错，来请教舰长。我们军方啊，其实都在进行双重检查，也就是尤其是重大的一些项目，尤其像射击啊，那也不是说 USB 插进去然后就完事啊，还要双重检查它的经纬度到底是多少，你要确认，而且确认之后它有个检查表，那你要在那个 checklist 上面打勾啊。那但是我们这样讲啦，因为啊行船走马三分险啊，演习视同作战，作战本来就是会发生很多的这种乌龙啊。那但是我们这样讲无独有偶的啊，今天我们台湾的张骞舰11洞沟啊，也发生了这个拐六快炮膛炸的事件了。那其实拐六快炮啊，它是一种稳定度很高的一种火炮啊，它的火炮从从旋转弹架把弹送到上面螺旋扬弹机，再由抓弹臂把它送进那个炮膛里面啊。如果这一些通通完成，就代表其实机舰没有怎么样故障啊。那再加上它其实是水冷式的这种火炮啊，也就是它的炮管上面这黑黑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水套啊，也就是它其实我们讲说啊，真正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也就是它的炮管或者是它的弹药部分啊。那炮管其实一般也不会出事啊，因为在射击之前啊，我们每一个炮班的啊，或者是像我以前担任枪炮官啊，那他都会要求，而且就在现场看着这通炮管啊，那通炮管之后还要把当初塞进去多少那个炮膛部全部都算出来。那这个也就是啊，其实炮是不是老了？那装备是不是老了？或者是因为啊，那当然有人说是不是现在演训比较多啊？因为监控解放军的各种的军舰呢，其实这个可能性不高了。那但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军方的这一个说明啊。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叫做低成本，这真是好听啊。其实翻另外一个，因为它是 cost down 嘛，叫做廉价的这个巡弋飞弹。它巡弋飞弹其实它要攻击的，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沿海的部分。那也就是它在第一岛链外射击。我们其实刚刚看到的啊，那它可能是由 C-17的这一种运输机投放的。那它不是使用派龙架哦，它是直接投放的。那其实美国在做测试的时候呢，上面这个是 C-17，下面这是 C-13洞，它都有做过测试。那怎么一个投放方式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从后面的这一个货舱这边直接投下去之后，它会打开一个降落伞。其实降落伞已经在上面了，它会打开一个降落伞之后，然后结果垂放的过程之中，它这个弹架的那个里面储放的飞弹就一个一个掉出来啊。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价廉，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这么说价廉呢？因为实际上来讲，现在的飞弹很贵啊。以战斧巡弋飞弹来讲啊，它就是一枚100万美元。那这样的价格，大家觉得很贵，然后。但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一种廉价的巡弋飞弹，它一枚就是15万的美元，所以相对来讲啊，它只有1/6甚至更低的造价。那也就是大家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价格。那但是呢，其实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啊，也就是老美没钱了啦，他又想啊利用这种饱和攻击来应对中国大陆或者是其他国家，所以他想出这种怪方法，因为他其实没有这么好的一个 seeker， 也就是巡标器的部分啊，他究竟他的作战能力到达哪里，我们其实不得而知。但是实际上来讲，他告诉我们的，也就是美国穷了，所以连飞弹都要 cost down。所以他们找一个价美物廉的飞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物美，对不起，物美价廉。但是物美不美，我们也不知道哦，知道它价廉。来，请教董哥。大家看现在川普带动了整个全世界的震荡，也可以看到了，全世界如果没有习近平、没有普丁、没有金正恩，整个世界都是他的殖民地，每个人都要跟他进贡。大家进贡以后，他也不满意，永远不满意予取予求。所以你今天看到所有在我们周遭这些日本、韩国那种窘境啊，
当川普一当选，赶快去美国，哇，回来好像都了不起，交齐期限，我跟川普都讲好了。结果呢，你今天碰到的情况是如何难堪呐？他对你的内政指指点点，你的国防要多少？3%。对台湾呢，台湾要10%。各位，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他的殖民地，随他讲。那你今天看到情况就是这样啊。那美国自己呢？美国自己每年减3%那个8%的那个国防预算，美国自己讲，川普自己讲，我每年要减8%，他在减，他要你增加，为什么？他认为过去都是我在帮你，在帮你当保镖啊，我现在不要当啊，你们出钱啊，他现在就这样，你知道美国现在的情况，多么的没有钱才会被人家讲说去淘宝，川普的做的这些改革都已经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了。那大家想了，2个礼拜前，参谋总长联合会议主席开除布朗开除，美国军方里面职位最高的开除，对不对？然后大家看海军的那个作战次长荷兰缺地上将开除，这是女性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女性的上将是一个标杆，怎么会被开除？至少让大家觉得男女平等。对不对？空军副参谋长史莱夫开除，上将开除，然后3军陆海空的法政处的处长也通通开除。你到底在搞什么？没有错啊！大家看，他把整个国防自己弄成这样，经费缩减是美国现在讲的，他说5年之内每年减8%。今天马斯克讲，太空总署赶快关闭。他讲说，到底你们在干什么？马斯克前一阵子还讲F-35那隐形战机不要做了啦，不要做了。现在人家都用无人机了，你还在开发这个？各位，你看我们现在川普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那我们自己又如何？我们赖总统主动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增加为3%，对不对？GDP 国防3%，然后台积电、奉送这些他会满意吗？他还没跟你接触，你就一直贡献。那赖清德自己对整个国际或亚洲的局势到底知不知道？过去日本跟韩国以为抱着美国就自己很安全，那你要跟中国大陆为敌，你就去找另外一个大哥来帮你撑腰。现在大哥不理你，你现在怎么办？对不对？过去在亚洲这边做的最好的是杜特地，菲律宾前任总统，他说你不要美国不要一直买武器给我，你武器卖给我再多，我也打不过中国，我何必跟他为敌呢？他没事啊。我们就是要去跟人家为敌，搞到现在，赖总统说关岛是第一岛链，这个笑话已经被人家笑到现在了。你连这些基本的概念都不懂，那你今天有如何的本事，还要再去做对抗？台湾还有什么筹码可以去讨好川普？川普是个无底洞啊，他现在还没开口，你台积电就白白奉送，台湾最好的资产。最好的科技产业白白已经放送，你下来还有什么？我请教你。的确现在世界的秩序已经跟过去完完全全不一样了。我们的执政者到底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想清楚这是我们忧虑的部分。